2026年才刚刚走过一半，普莱却在7月之前忽然选择了沉默。他说自己收到了某种指引，要他暂时闭上嘴，不再对外公开新的预言。一个靠开口说话为生的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不再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帕克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他一次又一次打开镜头，把那些让人心里发凉的画面一幕一幕说给我们听。一个闭口，一个开口，两个人却不约而同把手指向了同一段时间，2026年的下半年。如果只是其中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大可以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谈。可是当两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甚至彼此从不往来的人，同时把警告集中在接下来这短短几个月，我们是不是至少该停下脚步，认真想一想？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两个人所说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当我们真的把新闻摊开，把一份份报告排在一起，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口中那些看似玄之又玄的画面，竟然常常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隐隐地对上了号。也许预言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从来不是它有多离奇，而是它有多贴近。那么，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说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道海峡，而是南边的菲律宾和越南？为什么帕克会说中国会有几个省份最先悄悄走向某种形式的自治？为什么台海的9月会被画上一个特别的记号？又为什么他们都反复提醒我们，接下来这半年一定要在身边留一点现金？今天我们就把这些线索一条一条摊开来，慢慢说个清楚。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的话看得这么认真？答案其实藏在过去。普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是因为他曾经相当准确地说中过一些事，比如那一场撼动了邻国的大地震，他在事前就给出了让人心惊的描述。当然，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说得准。他曾经因为一次关于边境冲突的预言，引来铺天盖地的争议，甚至一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公开道歉，说自己往后会更谨慎的用词。而帕克这些年下来，同样累积了一份让怀疑者也不得不多看两眼的记录。正因为如此，当这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这一次竟然把警告的箭头齐齐指向了同一段时间，我们才更没有理由把它当成耳边风。这不是要我们盲目相信，而是要我们保持一份清醒的好奇。毕竟，把准备做在前头，总好过等到事情真的发生，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多留一个心眼。而2026年的下半年，之所以会被这么多目光同时锁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年本来就被许多人视为一道重要的分水岭，经济上的种种压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地缘政治的紧张在这一年一步步逼近临界，而通往那个被反复提及的2027年的路，也正是要从这后半年开始铺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山的半山腰，前面的路已经走得够陡，可最险峻的那一段还在后头。就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关口，普莱选择了封口，帕克选择了发声。这种微妙的对照本身，就像是在为这段特殊的日子画上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我们身处其中，或许感受不到那种历史的重量，可是当我们把镜头拉远，把这一年放进更长的时间里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正走在一个很不寻常的路口上。而站在这样的路口，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从来都不是坏事。先说第一件，也是最让人意外的一件。当我们谈到亚洲会不会出事，几乎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台湾海峡。可帕克这一次的说法却拐了一个弯，他反复强调，真正最危险的那把火苗很可能不是从海峡正中央烧起来的，而是从南边，从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外海一点一点被点着的。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但只要我们把地图摊开，把这一年多来真正发生的事情排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其实一点都不悬。就在过去这一年多里，南海几乎没有一天是真正平静的。中国海警的船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别人家的门口，菲律宾那艘搁浅在仁爱礁上的老军舰，每一次补给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黄岩岛附近，中国一次次架起浮动的拦阻设施，把菲律宾的渔民往外赶。而在更小的那些沙洲，
比如铁线礁，双方甚至为了谁先插上一面旗子，隔着几百公尺互相喊话。有时候是中国的海警先升起了旗，过几天菲律宾的人员又被派了上去，你来我往，寸土不让。越南也没有闲着，他们在南沙群岛上大兴土木，把一座座礁石填成能够驻人的据点，还准备派驻海军陆战队。有人形容越南这样大规模的造岛，等于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潘朵拉的盒子，让本来就紧绷的局面又多了一层变数。你把这些画面全部叠在一起，就会明白，这已经不是偶尔的擦枪走火，而是一种天天都在上演的贴身角力。帕克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这种角力的性质。他很早以前就说过一句话，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他说，这场冲突很可能不是谁精心策划出来的，而是一场意外，一次谁都没有想到的碰撞。可能是两艘船靠得太近，可能是两架飞机在空中擦身而过，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足以点燃一连串谁也收不住的连锁反应。而南海恰恰就是全世界最容易发生这种意外的地方，因为这里的船太密了，情绪太满了，能够让步的空间太小了。当所有人都把船开到彼此的鼻尖底下，当每一次补给，每一次插旗，每一艘研究船都变成一种互不相让的较劲，那条看不见的界限就变得比纸还薄。就连长期追踪这片海域的研究机构也承认，虽然真正打起全面战争的几率还不算高，但因为误判而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一天天升高。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国家的背后牵动的是一张更大的网。菲律宾和美国之间有一份签了几十年的共同防御条约。2026年这一整年，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排定的各种联合军事活动加起来超过500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南海上真的出了人命，只要哪一次碰撞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亡，这份条约就有可能被启动，美国就有可能被一步一步拖进来。而日本这一年也第一次把作战部队派进了美菲的联合演习，甚至和菲律宾签下协议，让双方的部队在共同训练时可以互相补给油料和弹药。这在过去几十年都是难以想象的事。菲律宾还恰好在这一年坐上了东协的轮值主席，想要在南海的行为准则上推动出一点成果。一张原本松散的网正在被各方一点一点收紧，而让局面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底下还藏着巨大的利益。今年稍早，因为中东那条关键水道一度被掐住，菲律宾一下子陷入了能源的紧张，甚至被逼到要考虑和中国一起去开发某一片争议海域底下的油气。你看，一边是剑拔弩张的对峙，另一边却又是不得不坐下来谈的合作。今年年初，中国和菲律宾才在一个城市重新坐上谈判桌，讨论怎么更新海警之间的沟通机制。可是每一次刚刚露出一点缓和的曙光，海面上的摩擦又立刻把它撕碎。这种一边谈一边打的拉扯，其实比单纯的对抗更危险，因为谁都摸不准对方伸出来的到底是握手的手，还是握着刀的手。越南的处境也同样微妙，他一方面要面对中国在海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他的领导层又努力想在几个大国之间走钢索，谁都不愿意彻底得罪。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就是最脆弱的，而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原本各有心思的国家，最近也把彼此的关系提升到了更紧密的层级，开始讨论一起训练，一起巡逻。当两个被同一种压力挤压的邻居决定靠在一起取暖，这片海域的棋局就彻底变了。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就在今年年初，一架来自对岸的侦察无人机闯进了由台湾管辖的东沙岛的空域。这是很多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飞行器这么直接地越过那条界限。他最后在台湾一再用无线电广播警告之后才离开，但这一幕已经足够说明，从南海到台海这一整条被称为第一岛链的防线上，每一个节点都绷得越来越紧，任何一个点先断了，另外几个点都会跟着剧烈晃动。这也是为什么帕克会把目光投向南边，因为真正的危险往往不在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而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这里还有一段背景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弄清楚。中国之所以敢在这片海域上这么强硬，靠的是一条他自己画出来的线，
把南海绝大部分的水域都圈进了自己的范围。可是早在好些年前，一个国际性的仲裁机构就已经明明白白地裁定这条线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只是这样的裁决并没有被对岸放在眼里。一边是白纸黑字的国际规则，一边是实实在在的船和人。当规则约束不了力量的时候，这片海就注定不会太平。而更让人担心的是站在中国背后的那股势力。帕克很多年前就反复说过，他看到中国会和俄罗斯越走越近，甚至联手去挑战原本的世界秩序。当年说这话的时候，两国的关系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紧密，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可是如今，我们却真真切切地看到，这两个国家加上另外一些伙伴，一次次地站在一起，展示着彼此的亲密。当一方在海上施压，另一方在背后撑腰，这盘棋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帕克甚至预感，日本会因为感受到威胁而不得不加快自己的防卫脚步。这一切都让亚洲这一整片海域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稠密。就拿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说，帕克对这半年其实还给出过一个时间点相当明确的警告。他预感在今年的夏天前后，邻近的日本可能会遭遇一场来自自然的重大考验。他甚至提到了大致的方位。当然，他也一再强调，说出这样的预言，恰恰是为了让大家提前警觉，好把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之所以要特别提这件事，是想让大家感受到，这些警告并不总是一团模模糊糊的迷雾，他们有时候会精确到某一个季节、某一片区域。而当我们把日本、台湾、菲律宾、越南这些点连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整个东亚的边缘此刻都绷得紧紧的，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隐忧，而他们彼此之间又通过看不见的丝线牵动着，任何一处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顺着这条线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条线上，自然也就无法置身事外。这就是为什么普莱会用一个很特别的词来形容他感受到的那种危险。他说，2026年会有战争，但那未必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正面对决、铺天盖地的战争。他把它叫做一种潜伏的战争，一种藏在水面下的战争。你看不见硝烟，听不见炮响，可是水面下的暗流却一天比一天湍急。菲律宾和越南的外海，也许正是这一股暗流最先翻涌上来的地方。当我们把目光死死盯着海峡的时候，真正的裂口说不定正在我们视线的边缘悄悄张开。说完了南边那把可能会先烧起来的火，我们再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台湾海峡。标题里那个问题，台海9月会不会有大事，其实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规律。如果我们把这几年海峡上发生过的大事排成一条时间线，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节奏。2022年的夏天，一次高层的访问之后，对岸立刻在台湾周边划出好几个区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实弹演习。从那之后，这样的大型军演就像被按下了一个开关，一次又一次的上演。而就在2025年的年底，对岸又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演习，把海空的封锁预演扎扎实实做了一遍。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夺取海面和天空的控制权，锁定重要的港口，同时把外来的力量挡在门外。这已经不太像是一场单纯的展示，而更像是一次认认真真的排练。战机一次次飞进防空识别区，军舰第一次成批地开进台湾的临街区，也就是贴着领海外缘的那一圈缓冲地带。甚至传出有一艘对岸的军舰是在被台湾的雷达锁定之后才悻悻退去的。而在那次演习里，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多达27枚飞弹射向了台湾北方和西南方的海域。这些动作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绝不只是新闻画面上远远的几艘军舰而已。就在那一场年底的演习里，光是往返离岛的航班就大受影响，估计有超过10万人次的旅客被打乱了行程，好几百架次的国际航班受到波及，通往金门和马祖的航线一度被卡住，几千名旅客动弹不得。你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天这样的动作规模再扩大一圈，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会被撼动到什么程度？所以对岸的每一次演习
其实都在悄悄地改写着那条大家默认了几十年的界限。他一次次把军舰开进那一圈原本很敏感的缓冲地带，把原来不敢做的事慢慢变成常态。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推进，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等我们真正察觉不对劲的时候，那条红线可能早就被挪到了我们身后。我们不妨再往深一层想，所谓的封锁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并不需要真的开一炮，只要把一座岛屿周围的海空通道用军舰和飞机牢牢围住，让船进不来也出不去，那么很多事情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里几乎每一样东西，从餐桌上的食物到工厂里的原料，再到最关键的能源，很多都要依赖海上运来。一旦这条生命线被掐住，能源的价格会飙升，货架会渐渐空掉，工厂可能被迫停工。而对台湾来说，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那就是它在全世界的晶片供应里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牵动着地球另一端无数的工厂和家庭，所以这里一旦真的出事，波及的绝不只是这座岛，而是整个世界的神经。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屏息盯着这片海峡，它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一头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连着全球的命运。正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更需要提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备一份余粮。那为什么偏偏是9月？其实不是说9月的某一天就一定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每一年进入下半年，尤其是秋天前后，往往是这种大型军事动作最密集的时段。天气、政治的日程、各种纪念的日子都可能成为一次演习的引子。而帕克的判断恰好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坐标。他说，对台湾真正大规模的动手，在2026年之前几率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到了2027年前后，这个风险会明显的升高。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正是那个危险在水面下慢慢累积、慢慢升温的阶段。它还没有沸腾，但底下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为什么会是2027年？这其实也不只是帕克一个人的直觉，在很多分析者的口中，2027年都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年份。那一年，对岸的军队将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时刻，也被不少人视为他可能具备某种能力的一个门槛。有一个在西方常常被讨论的说法，把2027年前后这一段称作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窗口。这不代表那一年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但它像一个被画在日历上的红圈，提醒着所有人，时间正在一格一格往那个方向走。而通往2027年的路，正是要从我们眼前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一步一步走过去。不过，我们也要把另一面说清楚，这样才够公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冲突迫在眉睫。就在不久之前，还有重量级的人物公开表示，自己和对岸的领导人关系不错，并不觉得对方近期会真的动手，还说那片海域的军事演习本来就已经搞了很多年。而事实上，对一支军队来说，真正跨海去发动一场登陆，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冒险的军事行动之一。它要付出的代价之大，让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得不再三掂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都认为，比起真刀真枪地打，对岸其实更倾向于用那些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手段，用演习，用施压，用各种你来我往的角力，来一点一点达到目的。清醒并不等于恐慌，看清风险，恰恰是为了不被风险牵着鼻子走。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隐忧。过去几十年之所以那么多次的紧张，最后都没有真的演变成战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各方之间还留着一些沟通的管道，一些能够在关键时刻踩下刹车的默契。一通电话，一次私下的传话，往往就能把一场眼看要失控的意外重新拉回可控的轨道。可是让人担心的是，这1-2年，这些看不见的安全网正在一点一点变得脆弱，彼此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薄，愿意坐下来好好说话的意愿越来越低。当双方都绷紧了神经，当每一个动作都被解读成挑衅，那么原本能够化解误会的缓冲就会越来越小。这也正是为什么
那些长期观察局势的人会反复强调，眼下真正的风险也许不是谁处心积虑要开战，而是在一个信任崩坏的环境里，一个小小的误判就可能滚成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大祸。所以当我们听到台海9月有大事这几个字，我们不必立刻吓得手足无措，但也绝对不该掉以轻心。这个所谓的大事未必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全面冲突，它更可能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封锁演习，一次让航班大乱，让往返离岛的旅客寸步难行的军事动作，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或者是一场来自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突然震荡。真正的重点从来不在于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为这种种可能做好最基本的心理准备和最实在的实际准备。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件，可能才是这整个故事里面最深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帕克很多年前就讲过一句让人震撼的话，他说他看到的最终画面不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裂开的中国，一个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好几个部分的中国。当年很多人听了只当是天方夜谭，可是这1-2年真正发生在中国内部的一些变化，却让这句话变得越来越不像玩笑。我们先看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却至关重要的变化。过去几十年，中国这一台巨大的机器靠的是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运转方式。沿海那几个最富的地方，像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还有北京，就像会下金蛋的鹅一样，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中央再把这些多出来的钱收上去，分给那些收不抵支的内陆省份，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勉强维持平衡。可是到了2026年，一份份省级的财政报告摊开来，却透露出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讯号。那些公布了数据的省份，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就连过去那几只会下金蛋的鹅，如今也开始入不敷出，金蛋下不出来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比它听起来要严重得多。当那几个最富的省份都开始为自己的账单发愁的时候，中央还拿什么去接济别人？当这一台靠着沿海输血才能运转的机器忽然发现连心脏本身都开始缺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而在这些账面之下，还埋着一颗更大的雷。过去这些年，许多地方为了修路、盖桥、建各种园区，透过一种特殊的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海量的钱。这些债务被巧妙地藏在城市的账本之外，让表面看起来干干净净。可是那些桥、那些路，很多根本收不回本。一座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大桥，永远也收不到足够的过路费，去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贷款。旧债只能靠借新债来还，一层叠一层，累积到今天，已经是一个以数十兆计的惊人数字。当卖地的收入不在，当经济的引擎慢下来，这些藏在暗处的窟窿就再也补不住了。而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当我们把中国此刻面临的难题一项一项列出来，会发现它们不是一个一个排队来的，而是像好几场暴风雨，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压了过来。房地产的长期低迷，让过去最重要的一块财源几乎断了。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因为老得太快，生得太少，交钱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银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这些难题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够让人头痛，可他们偏偏挤在同一个时间，彼此拉扯，彼此加重。这就像一个人同时发着高烧，又崴了脚，又欠着一屁股债，你很难再指望他健步如飞。在这么多难题里，有一个是最难解也最要命的，那就是人口。一个社会如果生的孩子越来越少，老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的麻烦就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年轻人是交钱的人，是干活的人，是撑起整个社会的人。当年轻人越来越少，养老的担子却越来越重，这个天平迟早会失去平衡。房子卖不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需要买房的。年轻人本来就变少了，工厂找不到足够的工人，市场提不起足够的消费，也都和这件事脱不了关系。钱的问题或许还能靠印钞、靠借债暂时拖一拖，可是人的问题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变出来的。
这才是那个看似强大的巨人身体里最深的一道隐疾。而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内部压力最大的时候，向外去寻找出口，去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的冲动，有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强。这也正是很多人真正忧心的地方。帕克所感受到的那种裂开，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不一定是喊着口号的独立，更可能是一种安静的经济上的自我保全。当一个省份发现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层一层上缴，却换不回等值的回报时，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把更多的钱留在自己手里，先顾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而这恰恰就是某种形式的自治最真实的起点。帕克说会有几个省份最先走上这一条路，其实并不难理解。最先动起这个念头的，往往就是那些经济体量最大、最有底气，也最有理由这么做的地方。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沿海的富庶之地，本来就自成一个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方言、自己的文化，自己面向海洋的那一份开放。一个地方越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就越没有理由把命脉牢牢交到别人的手上。经济上的自主一旦开始，人心的走向往往就会悄悄跟着改变。其实在中国自己的历史里，这样的画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就在大约100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曾经有过一股被称为联省自治的思潮。当时许多省份都在思考能不能各自管好各自的事，再用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联合起来。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更像一个不断回旋的螺旋，走着走着又会回到某个似曾相识的位置。而巧合的是，帕克的预言里反复提到一位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近代开国人物。据他说，这位人物的后人还曾经和帕克的家人有过一段奇妙的缘分。当一个庞大的中央渐渐失去了用金钱维系一切的能力，那些原本被牢牢绑在一起的地方，会不会又一次开始想起各自为政的可能？当然，我们要非常小心地说，这一切都还只是趋势，都还只是水面下的暗涌，远远没有走到尘埃落定的那一刻。历史从来不会照着剧本走。但帕克想提醒我们的，也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局，而是一种正在松动的方向。再加上这1-2年外界不断传出的高层人事动荡，一轮又一轮的军中整肃，那种让帕克反复用政变2个字去形容的紧张气氛，一个从内部开始松动的巨人的轮廓，似乎正在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他甚至反复在问，这一连串的清洗，究竟是最高层在铲除威胁，还是他其实正在失去对局面的掌控？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它的裂缝往往不是从外面被砸开的，而是从内部，从最不起眼的一本一本账册里，从一次次让人看不懂的人事变动里悄悄裂开的。帕克还有一个说法，把这一切串得更紧。他很多年前就预感中国内部真正的动荡，很可能是被一件发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事情所引爆的。也就是说，海峡上的一次意外，或许不只会掀起一场对外的风波，还可能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反过来震动中国自己的内部。他甚至具体地提到，那种不安可能会蔓延到一些原本就与众不同的边缘地带。当外部的冲突和内部的裂痕，这2股力量开始互相喂养，互相加速，整个局面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条绳子，一头被扯动，另一头也跟着颤抖。而在帕克的长期预言里，这一切最终的走向并不是无尽的黑暗。他相信，穿过这一段最动荡的时期之后，那片土地会迎来一种深层的苏醒，一种精神上的转变。人们会重新去寻找那些曾经被遗忘的价值，只是越是接近那个转折点，眼前的路往往就越是崎岖。黎明之前，总有一段最深的黑暗。这句话用在这里，或许再贴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对这种裂开的想象其实带着一丝希望的味道。他并不认为那是一场单纯的浩劫。在他的描述里，那个裂开之后的中国，最终会走向一种全新的样貌，一种更贴近民意也更多元的样貌。当然，通往那里的路未必平坦，可是他想表达的核心也许是，眼前的动荡未必只是崩塌，
它也可能是一次痛苦却必要的蜕变，就像一条蛇，要长大就必须褪去那一层再也不合身的旧皮。讲到这里，也许你已经隐隐感觉到，我们今天说的这4件事，其实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更像是一条绳子上的几个结，被同一股力量牵动着。你看，当中国内部的经济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当那些账本再也遮不住窟窿，当内部的矛盾积累到快要溢出来的时候，对一个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体制而言，把目光引向外部，制造一场对外的紧张，往往就成了转移视线最直接的手段。而台湾恰恰就是这种逻辑下最危险的那个出口。南海的菲律宾和越南则是另外几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引信。于是内部的财政崩坏，外部的军事冒险和最终的分崩离析，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章节。经济撑不住了，就想向外找补，向外的冒险一旦失控，反过来又会加速内部的裂解。而内部一旦开始松动，那些原本被强力捆在一起的地方，就更有可能生出自己的心思。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彼此推动的循环。也正因为看懂了这一层，我们才会明白帕克和普莱反复叮咛的那一句留一点现金，准备一点余裕，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句忠告，而是站在这整个大局的最末端，写给我们每一个小人物的最贴心的一行注脚。聊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国家的大事，这些遥远的预言，跟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这正是我们今天最想说的部分。帕克和普莱反复提醒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特别小心3件事。而这3件事，没有一件是遥远的，他们每一件都可能直接敲到我们自己的门上。第一件事是关于钱，关于我们手里的资产到底安不安全。普莱在对下半年的警告里，反复提到几个很沉重的字：金融的动荡，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崩塌，还有网络世界可能出现的大混乱。而这绝对不只是预言家的直觉。就在这1-2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发出一个又一个的警讯，银行能够赚到的利差越来越薄，而还不出来的贷款却越来越多，银行的利润也开始由增转减。再加上前面说过的那些地方藏在台面下的隐形债务，当一个经济体的根基开始这样摇晃，它掀起的波浪绝不会只停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早就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一处出事，处处都会跟着震动。我们手里的存款，我们投在各处的资产，都可能在这样的波动里受到我们意想不到的牵连。而普莱提到的网络混乱，更是点出了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软肋。我们的钱，我们的生活，如今几乎全都挂在一张看不见的网上。这张网一旦出了问题，冲击的就不只是几个数字，而是我们每天赖以运转的一切。普莱对下半年的描述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底色，那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失序。他说的那种潜伏的战争，未必只发生在海上和陆地，它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在网络的世界里，在一串串代码之间。当今天的社会把电力、金融、交通、通讯全都交托给了一张庞大而精密的网，那么只要有人在这张网的某一处动了手脚，带来的瘫痪可能比任何一枚飞弹都更广更深。这种战争没有前线，也没有硝烟，可它离我们的生活却近得可怕。这也是为什么普莱会反复提醒，这一次的危险是多重的，是叠加的。它不是单一的一场灾难，而是几种麻烦，可能在同一段时间从不同的方向一起找上门来。金融的动荡，健康的威胁，气候的失常，再加上突发的冲突，这些东西一旦交织在一起，那种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任何一次危机。而应对这种叠加的危机，靠的往往不是某一个高明的办法，而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为自己攒下的那些余裕，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准备。第二件事是关于健康，关于我们的身体。普莱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就发出过一个让很多人不安的警告，他用了2个很沉重的词，一个和肺部的救急有关，一个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夺走无数生命的大瘟疫。他说他感受到的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混合了多种特征的威胁。
他甚至特别提醒大家要格外留意饮水的安全，因为这种威胁可能和水源有关，可能透过我们每天都要喝的水悄悄地传播。他也画出了一条大致的时间线，零星的个案也许会在2026年的后段开始冒头，而更大的波澜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慢慢展开。他还提到，气候会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严重的干旱，一边又是突如其来的洪水，连本来干燥的地方都可能被大水淹没。无论这些警告最终会不会全部成真，多留意饮水和卫生，把自己身体的底子顾好，替家里准备一些基本的药品和干净的用水，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坏事。第三件事，也就是我们前面花了大量篇幅去说的那一件突发的冲突，以及它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无论那一把火最先是从南海烧起来，还是从海峡的这一侧被点着，一旦真的发生，它影响的绝不只是远方的军队，它可能让航班停飞，让航运中断，让货物到不了港口，让那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种种便利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理所当然。我们别忘了，帕克曾经说过一句很值得咀嚼的话，未来的世界，谁能掌握住那些关键的航道，谁就握住了主动权。而我们生活里的绝大多数东西，从食物到日用品，很多都是漂洋过海运来的。当那些航道变得不再畅通，货架上的商品，加油站的油，甚至银行门口的队伍，都可能在那样的时刻变成另外一副模样。而正是这三件事把我们引向了今天最后也是最实在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帕克和普莱都不约而同的要我们在身边留一点现金？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早就已经太过习惯一只手机就能走遍天下，钱就是荧幕上那一串跳动的数字。可是我们很少会去想，如果有一天那一串数字忽然动不了了，会怎么样？当金融体系真的出现大的动荡，当银行因为某种突发的状况暂时无法正常运作，当网络或者电力在一场意外里短暂中断，那一刻能够握在手心里，还愿意被别人接受的，往往就只剩下最传统的现金。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危机来临，我们都能看到人们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龙的画面。真正让人恐慌的，其实不是危机本身，而是那种想拿却拿不出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近在眼前却碰不到的无力感。留一点现金在身边，不是要我们去大量囤积，更不是要我们陷入恐慌，它其实是一种很古老也很朴素的智慧。就像我们的长辈总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悄悄藏一点应急的钱，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天真的会塌下来，而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懂得世事无常这4个字的分量。准备一点现金，准备一些不容易腐坏的粮食和干净的饮水，准备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小小缓冲。说到底，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未来，而是因为我们想要更从容的去面对未来。真正让人手足无措的，从来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手里却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的上一代人对这种智慧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月，经历过说变就变的时局，所以他们习惯在米缸里多存一点米，在抽屉的最深处压上几张以备不时之需的钱。他们不是悲观，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见过世事的无常，才更懂得怎么从容地活着。这份从容不是靠豪言壮语撑起来的，而是靠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准备慢慢累积出来的。当我们心里有底，手里有备，面对再大的风浪也能够站得住脚。反过来，最容易被击垮的往往是那些从没想过明天可能会不一样的人。所以做一点准备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它反而会像一件穿在身上的旧外套，看起来普普通通，却能在起风的时候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挡住一点寒意，让我们在面对这个充满问号的下半年时多几分踏实，少几分慌张。有备才能无患，这句话听起来很老，但每一次真正的风雨过后，我们才会明白它有多重。那么具体来说，我们这些平常人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很不起眼的小事。第一，在家里放一点现金，最好是一些面额小一点的钞票，因为在真正紧急的时候，找零反而会成为问题。
第二，准备几天份能够放得住的食物和干净的饮水，不用囤积成山，只要足够让自己和家人安稳地度过最混乱的头几天就好。第三，把家里常用的药，还有一些基本的急救用品备得齐一点，尤其是家里有长辈或者有慢性病人的，更要多留一份心。第四，把重要的证件和资料放在一个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万一需要匆忙离开，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第五，和家人之间事先约好一个联络和会合的方式，因为在网络和通讯都可能受影响的时刻，一个提前讲好的计划会比任何东西都让人安心。这些准备做起来也许只要一个周末，可他们带给我们的那份踏实，却是任何时候都拿不走的。这不是杞人忧天，这只是把主动权稳稳地握回自己的手里。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一切是不是太过沉重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退一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的预言吸引？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变化太快，让人有点喘不过气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份说不清的不安，而这些预言恰恰把那份藏在深处的不安摊到了阳光底下。他们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担心的不只是自己，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正走在一段不太平坦的路上。可是预言的意义从来都不该是让我们陷入恐惧，然后什么都不敢做。恰恰相反，它最好的用处是像一记温柔却坚定的提醒，把我们从得过且过的惯性里摇醒，让我们重新认真地去看待自己的生活，去珍惜身边的人，去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多做一分准备。真正有智慧的态度，不是活在对明天的恐惧里，也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而是一边清醒地看着前方，一边踏踏实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当然，在这样一个资讯满天飞的时代，我们听这些预言的时候，也要多一分自己的判断。这些年来，围绕着各种预言，总会冒出许多添油加醋，甚至凭空捏造的说法，把本来的意思扭曲得面目全非。连普莱自己都曾经因为那些假借他名义散播的谣言而困扰不已，他也一再恳请大家，凡事先动动脑子，别急着全盘照收，更别急着恐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真正成熟的态度是把这些预言当成一种参考，一种提醒，而不是当成不容置疑的铁律。我们可以认真对待其中那些和现实对得上号的部分，为它做一点准备，同时也要为那些过于离奇、过于耸动的说法保留一份冷静的怀疑，不盲从也不轻蔑。这中间的分寸，恰恰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最需要修炼的一门功课。可是我想说的恰恰相反，帕克自己就反复强调过一句话，他所依循的那些古老的智慧告诉他，未来从来都不是被写死的。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些让人不安的画面说出来，不是为了吓唬任何人，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为这一份提醒而做出一点点不一样的准备，一点点不一样的选择。他甚至说，正因为未来可以被改变，所以他才更想把它说出来，好让更多人一起用善意、用祈愿、用正面的念头去减轻那些坏事可能带来的冲击。而这些微小的改变汇聚起来，说不定就真的能够让最坏的那一个结局悄悄地拐一个弯。普莱选择了沉默，也许正是因为他比谁都更明白言语的重量，而帕克选择了开口，也许正是因为他相信提醒本身的价值。一个闭口，一个开口，他们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我们不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走进2026年的下半年。他们都不是要我们绝望，而是要我们清醒。绝望让人瘫在原地，而清醒才会让人动起来，去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多争取一分余地。我知道今天守在荧幕前的你，可能身在台湾，也可能身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无论你在哪里，我们其实都被同一根丝线牵动着，都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关心着同样的事。这种跨越了山海的牵挂本身就是一种很温暖的力量。而说到底，这片小小的土地这么多年来经历过的风浪还少吗？它一次又一次的在别人不看好的目光里稳稳地站住了脚，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那一份沉得住气的坚韧和那一份不肯认输的温柔。所以，面对眼前这个充满问号的下半年，我们固然要多一分准备，但也真的不必自己吓自己。只要我们心里那盏灯还亮着，只要我们彼此还愿意守望相助，再大的不确定也终究会被我们一步一步走成脚下踏实的路。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我们不必因为这些预言而寝食难安，更不必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是世界末日。我们只需要比昨天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准备，在心里为各种可能留下一个位置，在身边为突发的状况留下一点余裕。台海会不会有大事？那几个省份最终会走向何方？遥远的瘟疫和冲突会不会真的降临？这些我们无法完全掌握，但我们始终能够掌握的是我们自己面对它的那一种姿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下半年里，守住内心的那一份安定，也守住身边那一份最实在的从容。这也许就是这两位预言家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想要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句话。